价格落在台币1万到2万之间的中阶智慧型手机，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它吸引了不想花大钱，但又希望获得接近旗舰机体验的消费者，也因此有着非常好的销售量。就像是三星的 A 系列，那还有 vivo 的 V 系列，就是有着非常亮眼销售成绩的机种。那对于 Apple 来说，他们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2013年的 iPhone 5C 到2016年推出的 iPhone SE 系列苹果一直尝试推出比较低价但仍保有 iOS 生态的机型。不过iPhone 5C 因为与售价不相称的塑胶机身销售不如预期，而 SE 系列因为沿用了旧机身，吸引力逐年下降。今年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SE 系列似乎已经消失在 Apple 的历史上了。接续的平价机的新系列，也就是 E 系列，是不是有机会让 Apple 在中阶市场有立足之地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今天没有要开箱新产品，也没有要聊八卦新闻，今天就跟大家闲聊一下为什么 iPhone 要推出 iPhone 16E， 而不是延续 SE 系列？这系列真的有机会成功吗？开始聊 iPhone 16E前，我们先来聊聊 Apple 中阶机的历史。在2013年，接续 iPhone 5的机种理当就是 iPhone 5S， 但没想到同时还冒出 iPhone 5C。这款手机非常特别，创下了 iPhone 很多纪录第一次推出5种颜色，第一次进入了中阶市场，也是第一次第一支卖一代就终止的产品那另外有人说，那塑胶机种是不是第一支呢？不是，之前 iPhone 3GS 好像就是一个塑胶机种那虽然是新一代产品但 iPhone 5C跟前一代的规格 iPhone 5几乎相同，而且缺少 Touch ID， 质感也当然不如金属机身苹果当时的策略是希望透过比较低的价格吸引更多消费者，但因为售价只比 iPhone 5S 便宜$100，也差不多是3000块台币对消费者来说，价格吸引力并不高，整体的销售成绩其实还不算差啦。但 Apple 并不是很满意所以最后呢 ，iPhone 5C 只有推出一代之后就被取消了，所以 iPhone 放弃了 C 系列，转向后来的 SE 系列来填补中阶的市场。而接续来的 iPhone SE 机种所采用的策略就完全相反了2016年的 SE 采用2013年的 iPhone 5S 的机身，而2020年还有2022年的 SE 则采用2017年的 iPhone 8的机身设计搭配最新的晶片，也就是说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效能。不过这个策略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它这个设计是过时的在2022年大家都是已经全萤幕的时候，SE 还是在使用有刘海有下巴的设计，也就是萤幕占比非常的低所以让消费者感到我即使是买了新手机，但好像是买了旧手机的感觉所以 Apple 再次做了调整，也就是推出这次要聊的 iPhone 16E， 它摆脱了旧机回收的形象，采用现代感的机身搭配高效能的处理器，但降低其他规格，用这样的组合来试试看消费者的接受度。到底哪些人适合 iPhone 16E 呢？我们先从几个特色聊起。iPhone 16E 这次采用了6.1寸 OLED 刘海萤幕，跟 iPhone 14其实蛮相近的。正式告别了 Touch ID， 全面改用 Face ID。它搭载 A18 晶片，还有8GB 的 RAM， 处理效能跟 iPhone 16其实还蛮相近的，而且还内建苹果 C1 5G 晶片，提供稳定的连线，还有比较低的功耗。但毕竟要降低售价啦，iPhone 16E 也删减了一些功能，例如说相机只有一颗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少了超广角跟望远镜头，在拍摄体验上一定有所限制此外它不支援 MagSafe， 无线充电速度也只有 7.5 瓦，并只有支援 WiFi 6，没有支援 WiFi 6E 或是 WiFi 7都没有支援，所以在未来的发展性上，未来高速网络环境中可能会比较不够。那另外，它也没有超宽屏 UWB 的晶片没办法精准找到 AirTag。虽然iPhone 16E 在某些方面有所妥协但还是有特定族群需要，像是对于不想花太多钱在手机上，但用 iPhone 也用得很习惯，所以在选购新机时就很适合 iPhone 16E。例如说，从 iPhone SE 升级的使用者来说，这个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另外，如果你不太常使用手机拍照，主要是用来浏览社群、追剧或是日常通讯，那单镜头的设计其实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且这是虽然电池只有4000毫安时哦，但续航的表现其实还蛮好的。另外也有着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所以基本上还算是台适合手机需求没有太大，但碍于现实必须要拥有手机的使用者。iPhone 16E 虽然还是有特定族群需要，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跟前一代降价的 iPhone 15直接竞争，让它在市场的定位变得非常的尴尬哦。以价格来看， iPhone 16E 的官方价格是21,900元，而 iPhone 15目前的官方价格是25,900元，两个只差了4000块啊，其实相差很少。更不用说一般通讯行的新机报价，甚至比 iPhone 16E 还要更低的20500元哦。而且iPhone 15啊，提供双镜头 MagSafe， 还有更好的萤幕、更强的 GPU 啊，让性价比更有吸引力。这使得iPhone 16E 啊夹在全新 iPhone 还有降价旧款 iPhone 之间，显得相当的尴尬哦。对于预算有限的消费者来讲啊，甚至可以用更好的价格买到体验更完整的前一代机型哦。对了，你可能会说 iPhone 15没有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啊，很难跟上 AI 世代啊，这点必须我要说啦。你直接下载 ChatGPT 也可以使用啊，或者加一点钱直接买已经开始跌价的 iPhone 16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哦。也因为这个尴尬的定位啊，让通讯行啊开卖不到1个礼拜，报价已经跌到19500元哦，也是难得一见，几乎不用等待，就是随时可以买到的 iPhone 16E 哦。所以 iPhone 16E 到底是不是个过渡产品，还是一系列的起点哦？苹果过去的 iPhone 5C 还有 SE 都是尝试进入中阶机市场的产品，但最后都没有办法长期发展。那这次 iPhone 16E 是苹果第3次尝试平价的 iPhone 市场，但仍然面临着跟前一代 iPhone 内部竞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苹果唯一的做法，应该就是进一步的降低价格，让 iPhone 1系列啊，或许因为价格的降低就有机会活下来。但如果这次 iPhone 16E 的销售状况不佳，它有可能像5C一样，成为另外一款短命的实验产品哦。所以 iPhone 16E 只是开端呢，还是未来 iPhone 17E、18E 会持续推出呢？这个我们就留给市场来给我们答案啦。以上就是 iPhone 16E 的闲聊，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